大家好。其实昨天我已经来过这里了啊。这里呢就是丘吉尔首相的故居啊，也是他现在的一个纪念馆。Hello, good afternoon. So, how can I get inside? There we go. Let me just Okay. take that story. It's just the gardens that's open and Sure. the exhibition room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But there is an exhibition of all the celebratory cakes in outside for you to look at. Okay. But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woodland, you have to access it through the overflow car park. Okay, so I just go for the garden. Yes, okay. Straight through there. Thank you. 刚刚呢，经过一个前台啊，在一个房子里面，因为季节的关系啊，它现在只是这个花园开了，但里面还有一些其他设施呢，处于维修的状态，要到4月份以后大概才能开。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进到里面来看一看。我呢还是拿着我的朋友的一个 membership 的卡，所以呢不用买票就可以进到里面来了。这边呢应该是一个丘吉尔的庄园啊，应该就是他的故居，或者是他大概就是在这边成长，家就在这边的。这里面呢还是保持着英国式的这种庄园啊，就像今天我们去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农场啊，感觉差不多。草地上啊有很多的这些鸟啊，应该也是大雁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鸟吧，在这边有很多。我也没有看地图啊，这个里面应该不小，所以我就在这里面转转吧。你看看这些像大雁一样的鸟啊，自由自在的在这边嬉戏。一个可能是冬季啊，另外这边呢本身人就不多，所以在这个大花园里面没有其他人，好像就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我记得好几年以前了，有一次乘坐飞机看了一个电影，名字叫《至暗时刻》，就是讲着丘吉尔首相在2战的时候啊，怎么能够力排众议啊，力挽狂澜，就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昨天呢，其实我们还去到了有一个小镇啊，那边呢有丘吉尔的一个塑像。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 Winston， 就是这个丘吉尔首相啊，那个大 cake， 当时有这么大的一个 cake 放在一个车上啊，就是专门介绍这个，但就是胜利以后嘛，一个庆祝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每年都做。前面呢，就是有一栋房子啊，就是一栋巨大的 house， 你说它是城堡也不为过，就是面对着或者说俯瞰着自己的一个领地啊，一个大农场，一个大庄园，就是需要有这样的巨大的房子啊，才能够镇得住。从这个高地呢望出去啊，感觉虽然是个丘陵地带啊，但是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气势。可以看看啊，气势非常庄严的一个建筑物。嗨，看看啊，这个建筑物，这个应该是它正面啊。可惜我对这里的介绍啊没有看，也不清楚这个房子的历史具体的情况啊，而且应该是现在这个机节是关门的状态啊，所以我就只是在花园里面走走就好。你看这样的绿色的墙啊，植物墙修得非常整齐啊，所以还是有专人在里面管理的。你看这边还有人在修剪这些树枝，等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茂盛。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一栋主要的建筑在一个高坡上，俯瞰着整个庄园，一直到远处的一个低洼的地方啊，一直可以看到非常远。所以相信啊，在英国呢，它一直都是一个等级社会。你有功勋的人或者皇亲贵戚啊，你就会拥有一些特权，然后你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庄园啊，或者说是一种封地。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就拥有自己的仆人。所以英国式的管家啊，我相信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等级制度，才会有这些专业的管家的人手啊。
这里面占地还是非常的大。这个下面的好像是菜园子了，感觉这个庄园里面自给自足的感觉。这个白色的应该是蜂巢吧，应该是养蜂采蜂蜜的。那下面这些呢，就是到底是菜地呢，还是种花的地方啊？应该是花圃吧。从昨天到今天呢，朋友带着我去了不少地方了。这边呢有很多的这种庄园、公园、纪念场所等等。我估计呢都是要花一些门票的啊，但是他们呢是因为是买了那种会员，是 membership， 所以呢就拿这个卡呢就可以进来啊，就不需要再买门票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冬季了，应该没有什么菜了。我相信这里也是种那些菜还是什么。这个什么果？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小山坡上面呢是一片农田或者是一片花圃。从这个门出去呢，外面又有一些房间啊。我只能是凭着我的想象来说，就这个高高在上的应该是这个庄园的主人了，但我不清楚是不是丘吉尔这个家族住的地方。而下面这些人应该都是一些工人、佣人，或者是管家等等住的地方。那现在呢，应该都属于国家某个组织管理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像公园这样的一部分，或者是纪念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了。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子呢，显得稍稍的矮小一些啊，普通一些，就像是一些普通工人居住的地方。应该都是关着门的状态啊。看到这个草地上啊，没有路也走出一条路啊，相信大家都这么走的。那我呢也从这边走下去看看。这边很漂亮的野鸟，在发出应该是求偶的声音吧。这棵松树你看，非常的漂亮啊。
嗨，看来这边也是走不通了啊，被围起来了。但是我们就往这边再走走吧。这边呢有一片小湖，或者说这是一条河流啊。这个里面呢结了一层薄冰啊，因为现在的气温应该都在0度左右了。我看到这边也有黑天鹅，而这个草地上呢有一些很漂亮的鸟。你看这些野鸭呢，哦，我惊扰到它们了，飞走了。刚刚它们就在这个冰上面待着。这边有几只黑天鹅，我们就近去看看它们啊。4个黑天鹅。看河的对岸，山坡上啊，放着好多的羊，应该是属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这种草坪啊，其实就是天然的一个牧场啊，养羊、养牛、养马应该都是可以的。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庄园啊，就是高层的那房子，相信呢就是这个庄园的最主要的建筑了。你看这些成群结队的这种鹅，我也是平生第一回啊，在英国这种庄园里面散步，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啊。一个真的是非常的空旷，你会感到自由自在。第二个呢，满眼都是绿色，绿意葱葱的这种感觉，就感觉这种自然的环境很美。人呢，在这种环境里面会非常的放松。再一个呢，
就是它这些庄园背后都是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比方说像丘吉尔这样的名人在这边成长，这是他的家乡，就可以想象啊，他作为一个英国的贵族，成了英国的一个领导人，在这个之前呢，也带领着英国的海军打仗等等。所以这些人呢，在国家发生危难的时候，他们就是第一时间要站出来，为这个国家而战，而不是仅仅号召老百姓去保卫国家啊。这是他们的贵族的气质和应负的责任。我呢已经走了大圈了，从这边呢可以看到 house， 相信就是那个在坡上那个楼了。garden 就是这一片。woodland 相信就是这片森林。但是他写着现在呢不能去到woodland，可能冬季啊有些维修等等原因吧。好了，那我呢就走马观花走了一圈，还是有一些感触，就是这种英国虽然是已经现代民主的国家了，但它对于开创当年历史的一代一代的社会贤达或者豪门望族啊，社会呢还是给予了相当的承认，民众呢还是投以这种尊敬的目光。但是他们呢也非常的自律内敛，然后尽可能的和这个国家形成一种非常好的关系啊，包括他们在老百姓中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相当不错的一种感觉啊。那从这边呢就出去了，我再去找回我朋友的歌曲。这边呢，你看有很多人呢，不是这边正式员工，他会募集一些 volunteer 到这边来做一些园丁啊，管理这个花园啊等等，这是这边人的一些传统啊。附近呢还会有一些商店，包括呢也会有喝茶、喝咖啡的这种房间，这种小店。这个小店里面呢卖一些纪念品啊等等啊。当然门前也会有停车场。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地方它应该没有太多人过来，所以他开着这样的店呢应该没有多少生意做。但是呢只要他开着，我觉得他收支应该是平衡的，只是呢细水长流，大家呢不急不慢的生活，反而呢心态就放平了。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一个应该是卖纪念品这种物件的小店啊，那它门口呢其实有很多的植物，有很多的花卉出售。我们来看看啊，冬天有些什么样的花卉，当然这些名字我都不认识，我们可以看一看，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花木。
括这些花坛呢，也有出售。更有一些呢，这种摆在院子里头的一种装饰品啊，花架等等。那我们到里面也去看看吧。他写的 sale， 他10点到4点钟。里面非常的温暖啊，各种各样的旅游纪念品。但是呢，英国一些毛纺织品啊，也在这边有售，毛毯啊什么之类的，但更多的是这种卡片啊。从这些卡片的花饰啊、装潢啊、装帧啊，应该是显得非常有品味啊，就懂生活。也有一些跟2战有关系的书。这个是专门讲丘吉尔事迹的一些书。逛完了丘吉尔庄园呢，我们先到这边来喝个茶。就这边呢是买一些蛋糕做下午茶，然后他呢就会有一些茶点啊，自助的茶，那么他也会给你一些牛奶。好，我们现在准备下午茶了。好了，在这边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啊，我们就结束这一段的行程，往回走。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